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美出国际范，纽约电影节红毯造型惊艳全场。赵丽颖红毯造型惊艳全场，气场全开如封神坛，背后是无数努力与沉淀的爆发。真正的光芒不是偶然，而是千锤百炼的结果。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路上点亮属于自己的光。刚刚刷完微博，整个人还停留在赵丽颖那美炸天的模样上，感觉自己好像被秒成了背景墙一样。真是不得不说，这女的出场的架势，简直就是走在时尚最巅峰的那一端。走红毯，不是封神坛。一站出来，光芒就让在场所有人都按了半拍，气场开到极点，什么童话姑娘仙女下凡都难以描述那一瞬间的震撼。说实话，那一抹红毯造型真是惊艳绝美，几个字都难以表达全貌。那一身高定礼服简直就是视觉炸弹，袖口像是云烟缭绕，裙摆像是天上飘落的仙尘，整个人自带光环，走起路来都有点飘飘然的感觉。她那状态简直甩那些童星网红几条街，不单是颜值，还带着点我就是我，超凡脱俗的自信。走路带风，气场全开，真不是凡人能扛得住的。这次亮相之后，微博、朋友圈各种平台像是被丽颖炸了，好像谁都在传她的照片。你说那种感觉，好比是在影院看完一部大片，心里还是回味无穷，然后一转身又被震撼到，什么天仙姐姐人间尤物，全都抵不上她那股我就是要凹造型的豪爽气势。这不，手机都快被信息爆炸的照片碎屏了，存图存到快变成相册整理机。没办法，谁叫他今天走出门的状态，简直就是走路逆天的范本。可是细细想想，这种颜值巅峰到底代表了什么？是不是某些人只要把衣服换得再好点，化妆再精致点，就能瞬间上线成为焦点？冷静下来一看，好像也没那么简单。他的状态，外界说气场全开，但我觉得更多是一个准备好的瞬间，把平日的沉淀、付出都在那一刻到位。这就跟那个战场上的兵，平时练得再苦再累，也不一定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来，得到了那个火花的一瞬间才惊艳。这就让我想到，其实娱乐圈或多或少都这样，谁都能靠真颜出场，但要留得住人心，还是得有点角色塑造的功夫。今年的趋势看，明星们拼的不只是粉丝基础，更像是在一场审美竞赛中的竞技。你可以长得帅能吃香，但要打动人心，那火候就得深得很。赵丽颖这次的成功，不单是外表的天仙光环，更多是内在能量的铺垫。努力的她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心里那块想晋升为不倒翁的牌，不会轻易被风吹倒。仔细观察，像他这样的人，似乎都掌握了点套路，不懂装，但懂加分。你看他的每一次公开亮相，很少靠脸皮厚来吸引眼球，反倒是用真诚笑容加恰到好处的姿态撩动人心。那种一举一动都透露出我自信，我优雅，我潇洒。不，自信不全是表演，是练出来的。就算再火红的灯光打在身上，也不至于让他失去本心。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点赞他的心里也觉得，这不是偶像那样烂大街的虚假表演，而是底蕴厚重的一种真实。而这一切都给了我们个启示，所谓的爆红，有时候不是偶然的，是经过千锤百炼、心血沉淀的结果。这个圈子就像个永远不停转的轮盘，有时候你站在顶峰，但明天可能就被新鲜的美貌爆棚刷新了。越是能站得住脚的明星，越不能只看表面光。他们像是在走一条照亮自己，也照亮观众的路。光不光亮，关键看这灯用料是不是本身，不能只靠粉饰。可是说到底啊，你再装，再漂亮，那脚下的路，还是得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。风光瞬间，耀眼一刻，背后那些撑腰的努力，才是真正的长久秘诀。那些空前绝后的美照背后，
也少不了无数的熬夜加练习。可惜啊，咱普通人就是这日常版的活体写照，靠拼拼爬爬，想着哪一天也能艳光四射。不过人家明星闪耀一次，可是要付出千百倍的努力。你说娱乐圈是真的甜美巧克力，还是百转千回的戏？都是，那份坚韧和值得的心思，谁都看得出来。你看那赵丽颖，今天上了红毯，气场炸裂，不少人都难免会陷入羡慕嫉妒恨中，但这种高潮背后，都是从无数个普通日子磨出来的。可惜啊，普通人拼命想像她一样，可惜每天还在为生活打拼，盯着屏幕看着明星，只会觉得距离还真不小。可谁都知道，又谁的臂膀能挡得住生活这把刀？所以说，这次她亮相就是又一次证明了一个老道理：真正的光芒不是等来的，而是自己孕育出来的。于人于己，都是一场不断修炼的修行。看得出来，这些明星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果子，他们的美丽背隐藏着多少汗水和孤独。就像你我在这个平凡的日子里努力着，期待有一天也能闪耀个片刻。只演绎精彩人生的舞台，是你自己每天走过的那条路，灯光再亮，也得你自己点亮。真是佩服的五体投的一瞬间，又觉得生活其实没那么高大上，不过就是这么个平凡中藏点花样的过程。你不是明星，但也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出点亮点。谁都想红，可那是真刀真枪磨出来的光辉。咱这平凡人，也只希望能在有限的日子里，活得有尊严，有玩法，别被那些明星光环折了心。毕竟，人人都想发光，但也只能靠自己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光路。赵丽颖此次亮相纽约翠贝卡电影节，可谓是一次突破性的登场，不仅展现了她强大的国际影响力，更以一身极具东方气韵与现代高级感融合的红毯造型，引发海内外媒体与粉丝的广泛关注。从花千骨中的柔美仙气，到幸福到万家的现实锋芒，如今的赵丽颖已然走出国门，带着属于中国女演员的自信和光芒，站在了世界瞩目的舞台上。她的这次国际化惊艳出场，不是偶然，而是她多年积淀与蜕变的水到渠成。红毯之上，她一袭流光白纱，配以冷条珠宝点缀，发型简约却不失精致，整个人宛如从古典画卷中走出，又带着现代女性独有的冷静与锋利。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红毯女王那般张扬浮夸，赵丽颖选择了美而有魂的表达方式。她的造型团队这一次也给足了惊喜，选用的是极具质感的高级定制礼服，不仅修饰了她身形曲线，还通过面料的自然垂坠与光泽度，让整体呈现出一种近乎天鹅女神的视觉冲击力。不少外媒甚至用 Oriental Grace 东方优雅来形容她的亮相，在西方审美的场域里，这样的评价极为罕见。但回到赵丽颖本身，真正令人震撼的，不只是这场外在的惊艳，而是她由内而外的成熟与自洽。要知道，她并非科班出身，也没有太多早期的国际资源，一步一个脚印从流量走到实力，从甜妹路线跨越到现实题材，继而又在酱园弄这样的悬疑历史作品中挑战深度角色。她的每一次转型都曾被质疑，但又都以作品为自己证明。而这一次现身纽约电影节，她显然不仅仅是来走个红毯，她带来了中国影人的态度与风貌，带来了女演员在国际主流语境中的新可能。而粉丝们的反应也在这一刻集中爆发。她真的是越来越赶了，这气质太杀了国际丽影名不虚传。类似的评论刷屏社交平台，从早年的接地气小花，到如今在国际影展上的东方力量代表，赵丽颖用真实的积累换来了大众认知的重塑。有人说她是沉默型成长，不声不响却总能掀起大波澜。尤其这几年，赵丽颖鲜少用流量手段营造热度，更偏爱用作品、态度和稳健的外形表达去回应舆论。而她的这种飞宣花式爆红，在如今娱乐圈喧嚣浮躁的语境中，反倒成了另一种格外珍贵的存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
赵丽颖在接受纽约本地媒体采访时，也罕见地谈到了自己这几年最大的挑战。她提到，从一个自我怀疑、怕尝试的状态中走出，是靠着不断打磨角色，重新理解演员这个职业，才找回了坚定和热爱。她说，我曾经也有想逃避的时候，但当我站在镜头前，听到导演说 action， 那一刻我知道我还是离不开这个舞台。这番话一出，不仅让现场记者动容，也戳中了不少观众心底的柔软。或许正是这份对表演的真诚与坚守，让他能在经历流量退潮后，依旧维持高关注度，保持作品热度。回看他的代表作，从古偶女神到现实奋斗女性，再到民国先锋作家，他始终选择在角色中破圈，而非单纯的去追逐潮流。如今走进国际电影节的他，也并非为了博热度，而是带着诚意与实力来交作业。他说，演员的高光时刻不在红毯上，而是在作品中。这份认知，在这个瞬息万变、流量为王的时代，显得弥足珍贵。而在红毯背后，还有一个细节让粉丝感动不已。据说赵丽颖为了此次纽约电影节之行，从准备造型、配合时差到现场彩排，几乎没有休息完整的一天。她身边工作人员透露，她甚至在飞机上还在补看剪辑版本的片段，希望在面对海外媒体时，能更自如地讲述角色心路。这种敬业与执着，或许正是她能一步步站上更高舞台的核心支撑。如今我们看赵丽颖，会不自觉联想到蜕变、成长、韧性这些关键词。她的外形依然温婉可人，但内在的力量感却越发鲜明。在这个全民造星的时代，她的这份慢养型成长逻辑，或许才是真正能够走得长远、站得稳的路径。面对这次国际亮相带来的广泛关注，也有网友开始讨论，赵丽颖下一步会不会更大范围地进军国际市场？她是否会接触更多与海外导演、演员合作的项目？这些都尚未有明确答案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赵丽颖已不再是那个被质疑演不了现实题材、只适合古偶的流量标签艺人。她用实际行动和作品彻底撕掉了过往的质疑标签，也让自己成为一种新的行业样本，演技、人品、外形与修养齐发力的实力派演员。对于广大观众来说，赵丽颖的这次国际美出圈并不是一个终点，而是一个崭新的起点。她用实际表现证明了，真正的演员不惧流量退潮，不畏舆论风向，他们靠作品说话，用时间沉淀，最后会站在属于自己的光里。赵丽颖的努力与坚持，是这个时代送给所有认真生活、认真工作的人的回馈。未来的她还有多少惊喜，多少高光？王一博的进化论，在时光里打磨锋芒，于破局中闪耀而出。从偶像歌手到全能艺人，王一博用实力打破花瓶标签。他拼命三郎般钻研角色，苦练舞蹈，甚至挑战赛车滑板，每一次突破都印证着，真正的成功靠的不是颜值红利，而是永不停歇的拼搏。阅读此文之前，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，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，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。感谢您的支持。谁能想到啊，如今在影视圈、舞蹈圈都混得风生水起的王一博，曾经不过是个刚冒头的小偶像歌手。短短几年，他愣是从花瓶逆袭成六边形战士，这跨度简直让人惊掉下巴。他到底咋做到的？今天咱就唠唠这位拼命三郎的逆袭之路。刚开始，王一博顶着偶像歌手的头衔出道，靠一张帅气脸蛋和舞台上那股子魅力，收割了一大波粉丝。换做别人，估计就躺在颜值红利上吃老本了，可他偏不。他心里门清，在娱乐圈这地儿，光靠脸迟早的凉凉，必须得有点真本事。一头扎进演艺圈后，王一博接的角色那叫一个反差大。陈情令里的蓝忘机，清冷的像座冰山，话少的可怜。有匪里的谢允，又化身成潇洒不羁的话痨。
无名中的叶先生更是神秘的让人捉摸不透。这些角色跟他本人性格差距108000里，换个人怕是的抓瞎，可王一博愣是迎难而上。为了演好角色，这孩子有多拼？剧本被他翻得卷了边，逮着导演和前辈就请教，活脱脱一个问题宝宝。生活里也没闲着，时刻观察身边人的神态举止，就为了把角色琢磨透。拍摄时，不管是大太阳底下暴晒，还是冰天雪地里挨冻，他连句抱怨都没有，全身心扑在表演上。就说拍无名那会儿，为了还原角色在动荡年代的状态，他愣是把自己熬出了沧桑感。这份努力也让他塑造的角色一个比一个经典，观众能不买账吗？在舞蹈圈，王一博更是卷出了新高度。明明已经是专业舞者的水平了，还不满足，整天泡在舞蹈室里抠动作。在这就是街舞节目里，他的舞蹈表演每次都能给观众整出王炸。酷炫的地板动作，力量感爆棚的编舞，高难度动作信手拈来，看得人热血沸腾。别的舞者练到体力不支就歇了，他偏要挑战身体极限，非要把每个动作做到极致，这股子狠劲儿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生活中的王一博更是让人刮目相看。别人休闲时追剧、旅游，他倒好，专挑刺激的事儿干。学摩托车赛车，那速度风驰电掣，摔了一次又一次，愣是咬牙坚持下来。玩滑板，从站都站不稳到各种高难度动作轻松驾驭，背后付出了多少汗水可想而知。这些看似不务正业的尝试，不仅让他收获了新技能和快乐，更练出了钢铁般的意志。瞅瞅娱乐圈里，有的明星靠着炒作、营销博眼球，红得快亮得也快。再看看王一博，不靠花边新闻，全凭实打实的努力闯出一片天。这种反差，不正是当下娱乐圈最缺的吗？现在的娱乐圈太浮躁，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，可王一博却能沉下心来打磨自己，这份清醒和坚持，太值得年轻艺人学习了。王一博的逆袭之路，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励志大片。他用实际行动告诉咱们，不管啥年纪，只要有坚定的信念，肯下苦功夫，就没有翻不过的山。姐妹们，咱虽然不混娱乐圈，但这股子拼搏劲儿，用在生活里，干啥干不成？以后再有人说年轻人吃不了苦，咱就拿王一博的例子对回去。相信这个拼命的小伙子，未来还能给咱们带来更多惊喜，咱就搬好小板凳，拭目以待吧。王一博这个名字早已不只是一个流量标签的代名词。出道10年，从青涩少年到如今稳居顶流之位的多栖艺人，他始终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。无论是影视、音乐、舞蹈，还是赛车、时尚、文旅宣传，王一博以其极强的执行力和扎实的实力不断刷新外界对他的认知。在被流量裹挟、偶像更替频繁的娱乐圈中，他的存在是一种奇迹，也是一种必然。这种必然源于他的选择、他的韧性，以及他对热爱二字的深刻理解。时间回到最初，人们对他的记忆还停留在天天向上的综艺少年、UNIQ 组合中的舞旦成员，甚至是被戏称为话少冷酷的代名词。但当聚光灯一次次地打在他身上，观众才真正发现，他用行动在讲述自己的进化论。不是一夜爆红的侥幸，也不是资源砸下的泡沫，而是一点一滴拼出来的成果。他不会高谈阔论自己的梦想，却在每一次舞台表演中让人惊艳。他不靠热搜造势，却在每一次作品播出时让人心服口服。王一博用事实告诉我们，低调不是懦弱，安静不是无能，反而是厚积薄发，是更强大的蓄力。在时光中雕刻自我，这8个字对他来说不只是宣传口号，更是一种人生哲学。他尊重时间，也愿意在时间里沉淀。他的演技从《陈情岭》的蓝忘机中展露锋芒，到《风起洛阳》里的百里弘毅，再到无名的暗战角色，每一个角色都在慢慢磨出王一博的棱角。
导演程尔曾说它是一块很有质感的玉，只待时间打磨。如今这块玉正逐渐发光，冷冽中带着温度，锋芒中包裹内敛。而它的进化不仅仅体现在艺术上的打磨，在生活方式上，王一博更像是那个慢慢脱离流量桎梏，转向更具真实质感表达的个体。ins 晒照、微博更新，他的表达越来越随性，越来越不被设定的偶像人设所拘束。他敢于展现素颜，也敢于尝试泡面头，无滤镜日常。他明白，真实才是最动人的样子。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一个偶像从神坛走下来成为人，但王一博选择做一个有活人感的存在。这种反差是粉丝迷恋的，也是观众信服的。此外，不得不提的是王一博在突破中所展现出的光芒。他从不满足于既有领域的成功。赛车这个看似与艺人身份毫不相干的专业运动，在他手中成为一个突破标签的最佳利器。从学车到参赛，从全国比赛到国际赛道，他用时间换来了职业赛车手的身份，也刷新了人们对偶像艺人定义的宽度。他不是玩票，而是真正沉浸并坚持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，我不是来体验生活的，我是真的喜欢。双引号，王一博的每一次突破都不是毫无代价的。他曾被质疑不会说话、综艺感差、演技生硬，也曾在舆论中心饱受攻击。但每一次风暴，他都用沉默和专注去回应，从不反击，从不解释，用作品，用行动，用一步步脚印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时间不会偏爱任何人，但时间也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。王一博做到了。他从不追风口，却一次次站在风口之上。他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文案，却有越来越多的品牌选择他作为代言。他不热衷社交圈，却能在国际舞台结识划水冠军，在文化出海中以音乐讲好中国故事。他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一个艺人的定义，更像是一种文化符号，代表着 Z 世代年轻人对自由、专注、真实、多元的理解。这一切的背后，其实是王一博深埋心底的纯粹。他可以拒绝炒作，拒绝包装，拒绝重复的安全区，但永远不会拒绝成长。正是这份纯粹，使他在复杂的娱乐生态中依然能保有清醒和坚持。也正是这种纯粹，唤起了无数年轻人内心的共鸣。粉丝说，喜欢王一博，是因为他活得像一束光。这束光不是耀眼刺目的强光，而是能穿透现实的日常微光。他不靠喧嚣赢得掌声，而是在沉默中悄然照亮前路。他不是完美的，但他足够真实。他不是最会说话的，但他用行动说出了最动听的语言。在这个喧嚣且充满变数的时代，我们总需要一些看似慢，但实则坚韧不拔的榜样。王一博就是这样一个榜样。他用10年时间诠释了稳扎稳打的力量，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成功的可能，不靠炒作，不靠运气，只靠专注与努力。写到这里，也想对每一位正在坚持自己道路的人说一声，或许我们不如王一博光芒万丈，但我们同样可以在自己的赛道上发光。或许我们没有舞台中央的聚光灯，但我们依然值得为自己的每一步掌声。就像王一博曾说过的，努力不一定马上有回报，但终究会被看见。双引号，愿你我都能像他那样，在时光中不断雕刻自我，于风雨中绽放光芒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